屡次把战争打成泥潭，难以自拔的恰恰是美国人。这就是中国会好好吸取的教训。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势如破竹，而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下场一定很悲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段时间呢，我们天天盯着乌克兰战争，看俄美对抗能够给中国一些什么启示。没想到呢，美国也有一帮人在替我们做同样的事情。4月14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表文章，他们认为中国把乌克兰战争和海湾战争做了对比，认识到解放台湾必须早打大打，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就奠定胜局，否则呢就容易失败。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知的，是中国的谁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我就觉得他们是在带节奏呢。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安全环境是极其的危险，美国和苏联都有可能向中国发起全面战争。因此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之下，组织了遍及全国的全民战备活动，实施了规模宏大的3线建设，在各大城市大规模的修建防空设施。当时呢，中国的民兵组织的规模应该说是全球第一，民兵训练呢开展得非常的扎实，特别是针对打坦克、打空降和防核武器的训练。应该说，美国和苏联之所以没有用战争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和我们当时积极进行的全民备战是有直接关系的。冷战结束以后，解密的研究资料表明，苏联经过计算认为，要想对中国发起战争，至少要动用200万作战部队，才有可能呢打到长江的北岸。要想完胜中国，那至少要动用500万作战部队，这完全不是苏联的综合国力所能够承受得起的。因此，苏联虽然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但最终呢没有敢对华实施军事冒险。至于战争应该是快打快收，还是慢慢的折磨对手，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收复台湾历史上2次都是速战速决。第一次是1661年的3月，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亲率2.5万兵将从金门出发，攻占澎湖。荷兰的侵略军呢十分的惊恐，把军队集中在台湾的东平、台南2座城堡。郑军迅速的登陆，击溃荷兰海军主力之后，围攻台南，切断水源，迫使荷兰军投降。第二次是1667年，清王朝康熙皇帝命令收复台湾，水师提督施琅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澎湖战役中完全歼灭了台湾的郑氏水师，迫使郑氏投降。而朝鲜战争呢，那是用钝刀子割肉，灵敲牛皮糖，与美国人耗一直到将美国人彻底打服。这个战略思想在上甘岭战役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今天呢，我们收复台湾应该怎么进行？解放军呢，自然会细致的研究，精心准备，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天候气象与地形地貌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会考虑到。乌克兰战争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2阶段，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有些失策，把一场应该速战速决的闪击战打成了漫长的焦灼战，是这样吗？我认为目前就下这个结论呢，还为时尚早。是不是普京故意为之还说不准呢。2战以后，美国是全球发动战争最积极的国家，但从结果来看，不管它的军事行动是短平快还是长期化，没有一次收场是漂亮的。屡次把战争打成泥潭，难以自拔的恰恰是美国人。这就是中国会好好吸取的教训。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势如破竹，而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下场一定很悲惨。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